这次的目的地是距离旧金山湾区最近的一处国家公园。一路上我们穿过了农场，经过了几个带着烟火气息的西部小镇，转过一道又一道山湾，我们终于接近了这片享誉世界的大自然圣地。这个地方像是时间忘了前进，在山和云之间，我们看见了加州特殊地貌的另一面。这里就是优胜美地。我现在要去看优胜美地最大的瀑布，叫做 Yosemite Falls。它这个步道非常的方便，它就有这个沙头，你就可以在这个园区都不需要再开车了。我们现在在 Yosemite Falls 车站，这个是最美 station 之一啊。说是这个瀑布是全美最大的、最高的瀑布，它分上中下段。最高的吧，不是最大的。最高的瀑布，对。那应该尼加拉瓜吧？尼加拉瀑布。我们从东湾开过来是大概3个半小时，加充电是4个小时多一点。哇哦！我靠，这个角度刚好啊！我们去过很多国家公园，我觉得这个游客真是算是多了。有人说优胜美地其实是排名第1的国家公园，我觉得大概差不多吧，并列第1吧。是挺壮观的，而且只有在春天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么壮观的瀑布，因为雪水化了嘛，然后夏天就开始干旱，冬天积雪，然后我觉得秋天可以很值得来，因为秋天这边的叶子都黄了，会很美，来这边赏秋。好壮观！这个瀑布有739公尺哦，这么高，739，101多高。来，你把101 P 到它旁边。101好像是它比101高，101好像是500多，它这是700多米是吗？739。它仅次于迪拜的那个。哇哦！这个地方就是很多人会拍照了。然后它这个瀑布分上中下段，是不是很壮观？才38度，接近0度，我靠，这么冷吗？随着扑面而来的水汽，我们当下终于感知到了，我们是在优胜美地的山谷当中，是在距离大自然最近的地方。真的，巨大的宝石喷雾，哇塞！太精彩了！这其实是 lower 是小的那个，我在外面看很小哎。刚才看真的很小，左边比较大。对呀。这 lower 已经这么大了吧？对啊，那你想最上面那个整个？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种错觉，就是它视野太好、太开阔了。你觉得这个山不高，但是你走到山脚下，你发现哇，原来这么高。我要赶回去开始搭帐篷了。快点，趁天光还在呢。我个人觉得这边稍微有点小商业。首先，它人特别多，然后再一个，它整个给你规划的很好。虽然规划的很好，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优点，就是一个很完善的 national park。野外生存爱好者来说，规划的很好，反倒觉得少了一点刺激。46有我的姓陈。这就是美国 National Park 的露营区。这个是本露营地最亮的豪宅了。哇，这上面有烟囱哎。哦，对吧？它里面可以生火。46，耶，我们到了。46。哦，这就是我们的营地。下面帮你铺那一层都没有，就是直接睡在这个上面。反正就是这一小片是属于我们的。然后有一个停车位，然后有一个小餐桌，还有一个烤 barbecue 的地方。然后主要就是这个，你要睡觉的时候就把你的食物都放在这个储藏箱里面，避免有熊晚上会过来偷吃。出去外面住，然后露营，最担心的就是怎么上厕所。哦，还行哎，蛮干净的。有洗手台，哦，有卫生纸，是冲水马桶。
只能说就是超级完善。完善虽然好像有点破坏大自然的那一种气氛围，可是生活必备的厕所很干净，你就觉得住得很舒服啊。我们营地正门是这样的，正门面对着远处的那个山，对不对？花岗岩那个山被树挡住了，不知道能不能看见。然后呢，后门背靠更高的一个山。这是 Yosemite 独有的地形，花岗岩。我们给大家做个 room tour 吧。萨瓦迪卡 ，Welcome to Yosemite White Lotus。哎，这有小细节啊。豆走，有点穷酸，还蛮好的，就是我们吹了睡垫，然后一人一个睡袋，木乃伊睡袋，对，然然后后有我觉得一个枕头。它这个小细节，得放一些小东西。晚上挂起灯应该会有气氛。走。我们现在打算在天黑之前去走一个 trail。前面有大河哎！哇哦！你看，我们如果不走的话，不知道我们面前有个大河。对，我们要去的就是 Mirror Lake。忘了跟大家讲，我们这个营区叫做 Upper Pines。这个营区是里面最多营地的一个营区，有240个营地。你看那边，在云雾里。哇哦！看那个下面写着 full。240个一下就光了。这个营区就是离很多景点都很近。等一下要去的 Mirror Lake， 我们就不需要再开车，就是走过去。我觉得我爱上住在 National Park 的感觉了，就是感觉很像一个大的 hotel， 然后一出来就是游乐设施的感觉，就是各种步道。对我来说，走步道看美景就是游乐设施啊。啊，啄木鸟，老公。啊，这哥们儿有点过了吧？你也换一棵树啊！你怎么总是在一棵树上啄呀？可能这棵树特别多虫。我相信绝大多数在城市生活里的人，往往会忽略一点，就是大自然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。这个地球，城市覆盖的范围依然非常有限，更多的还是被大自然环抱。但是我们人往往迷失在这小小的城市里，忽略了外面世界的美好。现在整个世界只有脚步声，这种感觉太好，就是天色渐晚，然后你还在一个很陌生的野外，你也不用急着回家的感觉。对呀，不用赶夜路的感觉。啊，对啊。无意中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，这应该是 Mirror Lake 的前面还没到的地方，快到的地方。哇，这真漂亮啊！这个地方，哇，像画一样，定格住这个画面，简直像画一样。哇，就整个是被这样的场景环绕，就好像你置身在山水画里面一样。这夏天就在这边晒太阳了呀，有没有？是个沙滩哎。哇哦！好像到了。好清澈哦，你看它可以镜面。
仔细拍一下这个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在这边远处的上装备，应该戴帽子的，有点凉哈。你像挖矿的。淘金。就是回归人类的感觉，因为刚刚有点太黑了，然后路上没有人，然后刚好看到公车过来了。对，想说如果有熊的话，我们两个没有支援，然后还好有个公车过来了，想说哎呀还是搭一下吧，然后接了我们大概10分钟步行的距离。关键是这个10分钟怎样？它全黑的状态，是没有人。对，我们头灯是大概是这种感觉，就这种感觉，在黑暗里，头灯以外的地方就什么都看不到。雪莲芦笋，那边奶油。嘿，盐。哎，王大厨。今天你的牛肉怎么白白的？你来解释一下吧。看起来像冰冻100天，也不知道谁负责牛肉。我只是帮忙备而已。吃之前的刚拿出来准备烤，发现是冷冻的状态，紧急着就拿热水，隔水加热一下，加热成了猪肉。好，开整。Welcome to Yosemite White Lotus Hotel. Steak 好烦哦。牛排，哇，像那么回事儿哈。这样一餐多少钱35.99。什么35.99啊？太便宜了。59.99。牛排佐芦笋佐香肠。即使在室外，火候都哇，这个火候可以啊。看着有个 medium rare。有。这样记到你这个房间信用卡上，这不用着急，喜欢什么再点啊。客房服务，这是饭后甜点。没关系，都会在你们的房费里面扣的。现在要把垃圾和剩下的食物都送到食物储藏箱里面，避免熊熊晚上来找我们。可能其实晚上真的有野生动物经过过，是露营的经历里面。其实大家睡觉都很早，我们感觉9点半的时候大家已经准备睡了。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都已经没什么灯了。对，最热闹的时候其实应该是7点半到8点半之间吧。就是天还微微亮的时候。那就晚安了。晚安。早安。早餐时间，今天煎了点小香肠。早餐的厨师换人了。罐头汤。
White Lotus Yosemite 早餐可收多少？能要45。哎2个人45吗？好了，2个人45。1个人45，你也太黑了吧！拜拜营地，整理干净。下一个去哪里下一个景点我们就去走 trail 吧。走这边最著名的一个 trail 是吧？对，经典路线。请原谅我们没有进一步在山脚下拍摄，因为优胜美地的很多草地禁止人类践踏，为了保护当地环境，所以我们经常会选择在路边远处观赏群山环绕的风太景。漂亮了！你看这个山壁上也有瀑布，它是沿着山壁那种顺下来的，哇，这个风景，然后旁边飘着云，我终于发现为什么某些水墨画把山体描成白色跟黑色，点缀绿色，这完全就是因为实景就是这个样子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山。亲近大自然，就是你醒来的时候，就是在这片场景里，这就叫亲近大自然。你是听着大自然的风声入睡，然后或苏醒，对吧？我没有，今天是闹钟叫我起来的。挡住了。刚刚那个在云层里。这是5分钟过去之后的同一个角度，看上面那个大瀑布已经显现了。Base Camp Eatery 大本营食物广场，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温度和人流量。我穿的好热。来给大家看一下价格，来，食物广场的价格如何？普通一个热狗 hot dog，很普通的那一种，热狗6块，6块钱。我跟你说，没有那个滑雪的地方贵。那也是。Heavenly 一个热狗11.99。咖啡大的3.5还能啊？咖啡不贵，你要吗？不要，我有了。好啊。橙汁可以来一个，但是橙汁偏贵。6块2毛5，有点太贵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没有要吃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走，下一个景点，纪念品也买了，这是下一个景点。饭也吃了，厕所也上，开始正经走路了吧？好，这个居然可以攀岩攀上去，简直是不敢相信啊！好想放个无人机啊！不可以啊！这个国家公园很好的好处就是开着开着就会发现一些美景，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，你就可以停下来拍一下。哇，这个简直是风景如画的地方。哇哦，左边是酋长岩，右边又是一个瀑布，然后正前方有个大河，随处可见山水画。好 chill， 我都不想继续往前了，就想坐在这边听一下河流的声音。它这显示1997年的时候，这边有一场洪水，然后当时它的水位是大概是这个高度。
却已经没过了所有。哇！这是另一番景象。我觉得这个壁纸应该是大家都最容易拍到的壁纸之一了。对，车子一开，停在这个景对，区你，看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现在背后全部都是人。然后这个 tunnel 就是 LA 方向从南加方向过来的，然后我们不经过这边，它这边过来就是特别经典的，就一出隧道，然后就一个哇这种感觉，大景，好像游戏里的那种感觉，仙境的感觉。然后仙境就是你远远的看有一个特别高挂的瀑布往下，然后最好是有点云，就特别那种无人之境的那种感觉。原本想说吃完早餐就去 trail 的，结果下太大雨了，所以就避一避。避一避，绕一下整个 park。啊，这就是 Curry Village。天哪，你能想象这是在国家公园里的这一个 food court 吗？这个哦，这甚至比我们家旁边的一些咖啡厅都要新很多，这个装潢还漂亮很多，还有更有设计感。就说嘛，所以 Yosemite 特别像一个大人的游乐场，各种设施一应俱全，然后它的路都很完善，路牌啊，然后呢各种就是路旁的一些设施都特别完善，规划的特别好。这个山谷里的天气太多变了，刚刚还比较大雨瓢泼，现在已经变成大晴天，太阳已经很烈了。可能山谷它比较聚气、水汽啊什么的，所以它这个天气真的很多变。出太阳了，快，我们要去爬 trail。出太阳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 trail，Mist Trail。结果这种 trail 还是很人工。对，完全我以为不野外，很野外就给。你铺的好好的。我们去了这些国家公园，没有设施这么好。我应该要把那个 hiking 改成 outdoor City walking 了。 walk，outdoor walking， 对，真的应该把 hiking 改成 outdoor walking。那上山路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你看那个阳光洒在花岗岩石上面的感觉。而且你看它中间又有一条瀑布，那个是真的耶隐藏在山涧里面的，到处都是这种高山瀑布。觉得很漂亮的是，因为它除了花岗岩石以外，它中间都会有一些小树，有没有？是很顽强生长的小树。对啊。哇哦！哇！好的。还有2.5迈，后面就是土路了。这前一迈是石板路，铺的柏油路铺的好好的，现在开始进入一些比较野生的道路，但是还是给我感觉很像象山。乱讲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山谷深处了，然后现在步道上的人一个都没有，淘汰了很大一部分。我只能这样说，因为这一段比较考验体力和耐力的，而且路程也不好走，所以很多人应该是就不打算上来了。这就是我们刚刚无数次经过的那个 upper 跟 Yosemite lower。 Falls。你看下面有个小的，上面有个大的，哦，真的耶！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一直在这个山谷里面绕啊绕啊绕啊绕。哇哦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爬到有雪的地方，看一下海拔多高。
现在的海拔是5044， 5044，是吗？对，5012我这边。然后这就是岩壁，这就是攀岩高手们。对，岩壁。哎，这真的是 snow cap 的地方了。这个山现在正式成为我们爬过最陡的一个山。是的。你看，那现在是长这个样子。小心啊！真的，这个山真的是正式成为我们爬过最陡峭的山。对呀，我们走的 trail 其实都蛮平路的哈。对，因为其他地方没有这个地貌，真的只有是优胜美地才有这种花岗岩山的地貌。下面是这个样子，万丈深渊。这下去就拜拜了。就说实话，接下来这段我要不拍了，小心一点走了，因为感觉确实有点变得很陡了。对啊，而且有雪会有水什么的。对，所以等一下山顶见。哦，面包岩，看起来好像馒头，看起来好想吃啊，看着好饿。时间已经过去1个半小时了，我们终于快到了。看我们的前方，哇，哇，哇，看那瀑布好漂亮。看到了，这个瀑布绝对是你只有爬山的人才能看得到的美景。哇哦，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是个风景。呜，有种先进感，对，是有一种好像游戏达成目标的感觉。哎，那这上面有个桥，居然，那瀑布上感觉可以去到那里。是我们下次去。有个桥啊，居然，哇塞！吃饭。午餐自己带的三明治。今天早上的营地自制三明治，满满的料。三明治配美景。哇，这地方特别适合来句口号，那句熟悉的口号是“订阅米台木”。哇，这段有雪的，好看。结束 trail， 对，回到平地了。我们现在用时2小时45分钟，总共5.64迈。我们爬升高度是1657 feet。那我觉得它的难度不是初级，前半段可能算是初级、中级，后面是高级。中高级。高级，可能是趋于中高级之间吧，有一点陡峭。觉得如果有带个登山杖会更舒服，会更安全一点。尤其你在沿着山崖爬的时候呢，有那个的话可以更安心一点，因为沿途上有雪，有些石头是湿的，对，还有一些小碎石，它其实不是很容易。如果你不是经常走 trail 的人呢的话，对你来说后半程比较艰辛。对，大部分人还是到那个桥那边就结束了。
虽然这个周末山谷中的天气非常多变，基本上都被乌云和绵绵细雨所覆盖，但是就在我们返程的途中，即将离开山谷的地方，我们幸运地看到了雨后出现的彩虹，哇！而且居然是双份，也希望把这份幸运带给此刻看视频的你们。